Hello，大家好，我是俊。我们都知道，中共国是盛产各种脑残和傻逼啊，特别是战狼小粉红是尤为的多哦。就在昨天，我在 TikTok 上面居然刷到一个已经移民到美国的这个傻逼啊，然后呢，专门开了一个账号抨击新加坡啊！我看了他的言论之后，真的是火冒三丈。说实话，我真的很久没有如此的愤怒和生气了啊！这个人呢，真的是应该让新加坡的 ICA 把他列为永久禁止入境的黑名单。我们先话不多说，看一下他的相关言论先。我为什么讨厌新加坡人？我并不是带有一个种族歧视，就是说，可以说不是一种就是说居高临下的那种态度。虽然我是个美国人，美国人好像对全世界来说都是居高临下，除了中国，他作为对等的对手，其他国家他都是居高临下进行霸凌，只有中国他服气。所以现在川普呢给中国跪了，145%的关税降成了30%，对不对？只有一个国家硬扛美国，谁有这个底气？那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为什么我看不起新加坡作为一个美国？因为新加坡是第一个表态，对不对？对美国的关税大棒全面接受，不予以反制的所谓的国家啊，我不认为它是一个国家，我认为它是个城市。黄循财就这个黄狗啊，整天到找财宝，这个黄狗黄循财呢，他就在第一时间，美国对新加坡加了40-50%的重税之后呢，第一时间就说我们不会采取报复和反制行动，因为这就是这个新加坡人的嘴脸，对不对？对欧洲列强就是哈巴狗，对不对？就是卑躬屈膝，就是唯唯诺诺。可是对中国人呢，他们就一股那种，就是那种盛气凌人，对不对？就一股那种自我感觉超好的那种傻屌感觉，我就看不起这一点，所以我讨厌新加坡人，因为新加坡的财政可能80%是靠着中国，而且新加坡本身这个城市师承就是闯南洋的这帮华人一手建立起来的，他还有什么可说的？有种你不说中国话，你说你不是中国人，请你不要说中国话，不要说 Mandarin， 不要说 Cantonese， 你就说马来语，然后我们承认你是一个外国的国家。可是你说着中国话，写着中国字，演着中国的电视剧，吃着中国的红利，然后说我们不是中国人，顶你个肺很尬惨，你这是抓屎扶脸呐、捂着眼睛骗鼻子啊，丢人现眼！就像上回那个网红打这个急诊室护士，你妈！你看那个护士那个屌样，肥的满脸横肉的，他不敢跟官员对峙嘛，他不敢跟这个网红当面对峙，为什么？也没有当时的这个录像，就是因为他是其实不是网红骂他，是他骂网红啊。还有就是那个转机的时候，那个杀屌地勤的新加坡人。你骂中国的转机的这个乘客是你是狗啊，你没看见我在忙啊，我看你连狗都不如啊，就这么屌啊。然后还有就是那个新加坡航展不让中国人上去看德国飞机，别的国家人随便看，你就说新加坡人的骨子里他就是歧视你中国人，他就是看不起你中国人。可是你要是白皮肤蓝眼睛大鼻子，他就给你跪，他不管你是谁，他先给你跪，对不对？先给你俯首称臣，这就是当久了奴才腰直不起来的新加坡人的真实嘴脸，顶你个肺很尬惨 ，fuck 新加坡！我不知道新加坡和新加坡人到底哪里得罪了影片当中的这个脑残傻叉，自称是已经移民到美国了，却口口声声的好像一只养不家的狗一样啊，还心心念念着中共国，念着他的救主啊，他才是一个老奴才啊！新加坡人可不是奴才，只有你们中共国人才是根深蒂固的奴才，是几千年刻在基因当中的奴
奴才啊。那首先我们来说一下啊，他说这个新加坡是第一个给美国跪的，说新加坡崇洋媚外，然后一看到欧美的人就直接跪了，然后特别的歧视中共国人啊，我觉得非常非常的荒谬啊。他首先他这个关税战，美国对新加坡的关税的额度都说错了，你这个大傻叉，建议你多去看一下新闻，你要来侮辱无故的抨击新加坡，拜托你也要实事求是，不要这样无中生有。当美国对全世界实施关税战的时候，对新加坡的关税从头到尾都是10%，是全世界最低的国家之一啊。再者就是新加坡也没有太多的制造业，我们也没有太多自产的商品需要出口到美国的。说实话啊，美国对新加坡所实施的10%的关税，真的对我们的生活影响微乎其微啊，几乎是没有太多的影响的啊。那这是一点啊，并不是这个傻叉口中的40-50%啊，就在这里无中生有一顿乱讲，还说什么川普就直接给中共国跪了，现在把关税降到30%啊，可是他后面并没有说啊，是中共国给美国跪了呀。中共国的这个外交部，他不是刚刚做了一个影片说我们不跪，我们也不退吗？一定要硬刚到底吗？奉陪到底吗？为什么转头就跑去和美国谈判了呢？而且中共国对美国的关税仅仅是10%而已呀。反过来，美国对中共国的是30%的基础关税，还不加上之前的关税，加起来的话，其实是超过50%的啊。那所以说，单看这个数据，到底谁给谁跪了啊？而且中共国作为一个制造大国、出口大国，它出口到美国的商品，始终是比美国出口到中共国的商品更加的多好几倍的。中共国每年单直接出口到美国的商品啊，就有3000多亿美金啊，还不包括它那些转口贸易的其他的欧美的国家都不包括在内啊。那所以说，你一个卖东西的啊，你还想来去制裁一个买东西的，你不觉得很好笑吗？你有什么底气在这边说美国给中共国跪了呀？啊，你们中共国大量的贵民已经快吃不起饭、揭不开锅了啊！你这个已经做了美国人的中国老奴才啊！你看你啊，已经移民到美国，拿了美国的身份啊，却吃着美国的饭，砸着美国的锅，你就是一个典型的中共国的老奴才，一只老狗，是永远都养不家的一只老狗啊！我真心的是希望美国的移民厅能看到你这一副嘴脸啊，可以注销你的美国国籍，把你送回你伟大祖国的怀抱啊！不要在美国的土地上一顿乱废啊！就是你这个疯狗一样的人啊！还有再来就是啊，还说什么新加坡人、新加坡政府是多么歧视啊中共国人和中共国，说的我们说着中文，享受着中共国的福利，还说什么新加坡80%的财政收入都来自于中共国，哇，给我笑疯了！你真的有多无知啊？你有上过学吗？你有看新闻吗？你了解新加坡吗？啊？新加坡作为亚洲的金融中心，我们国家的核心竞争力是金融服务。面对全世界的金融服务，我们是亚洲的金融中心啊！你们中共国这么牛逼，为什么你们的北京、你们的上海成不了全世界的金融中心呢？所以说什么80%的财政收入都来自于你们中共国，简直是天方夜谭。你们中共国6亿人月收入只有1000人民币以下
10几亿人月收入只有5000块以下，你拿什么来和新加坡媲美呀？新加坡的人均 GDP 是中共国的7、8倍呀，所以说不要来这里装这个逼啊！新加坡的成功也和你们中共国和你们这一群老奴才没有任何的关系的啊。那再来就是还说什么新加坡都不算是一个国家，我们的总理只是一个黄总，只是一个董事长，然后说什么新加坡人都是当年下南洋的中国人呢，现在发达了有钱呢，就数典忘祖了，然后说着我们的中国话，写着我们的中国字，但是呢却歧视我们中共国的人。新加坡什么时候歧视中共国人呢？中共国人之所以会被歧视，是因为他们不配为人。你回头去看一下过去几年的新闻报道，中共国人在新加坡都做了些什么偷鸡摸狗的事情、违法乱纪的事情？有任何的好事吗？没有，坑蒙拐骗、偷鸡摸狗，各种像人形动物一般的卑劣的行为。这也是为什么中共国人在全世界的任何的角落都是不被欢迎的。你们被唾弃，都是你们咎由自取，你们自己造成的。尊重是要自己去赢得的，而不是你一个牛逼哄哄的，自以为是满心的优越感，跑到人家的国家去撒野、去装逼、去霸凌其他的国家啊！整天跑到新加坡来霸凌新加坡，各种的侮辱、吐槽新加坡有多么的不好，你中共国有多么的遥遥领先。如果说你中共国这么的遥遥领先的话，你就待在你的中共国，不用跑到我们一个弹丸小国来找优越感和存在感。我们不需要这样的中共国人来污染新加坡。还有再来就是，请你这个老奴才不要来碰瓷新加坡的华裔。新加坡的华裔的祖先确实来自于那片土地上，但是是不同朝代呀。大部分的新加坡的人祖先都是在明朝和清朝或者民国时期的人来到新加坡的，和如今的共匪是没有半毛钱关系的。所以说不要用这个华裔的这个名头来碰瓷全世界的华裔，没有一个华裔是中共国人 OK， 我们都是新加坡人，我们不是中共国人。还有再来就是新加坡确确实实是一个全球公认的独立自主的国家，不管你这个老奴才认不认可，也由不得你。还说什么新加坡人说华语啊，那又怎么样？新加坡的官方语言是马来语和英语，新加坡人确实有说华语，它只证明新加坡人多才多艺，语言天赋过人呐。而且华语和中共国有什么关系吗？是中共国创造发明的吗？是属于中共国的吗？和如今的中共国没有半点关系啊！所以说不要来这里说你一说华语，你就是我们中共国人了啊！那这个世界上大部分的国家都是讲英语的，可是我们从来都没有听过英国人跑出来说你这些说英语的国家都是我们英国的子民呢，从来都没有过。直到今时今日，中共国人居然还浅薄无耻的用文化、语言和人种来强制划分、强制碰瓷海外的华裔，真的是丢人现眼。那再来就是他在影片当中还把之前中共国人在新加坡的各种劣迹、各种无耻的行为搬出来说，当做新加坡的罪证，是如何歧视我们中共国人的啊！他有举例到那个大闹新加坡医院的韩非子那个小仙女啊，后来都证实了，这个韩非子不是什么网红，她只是中共国的小仙女而已，来到新加坡来做海鲜生意的，就是靠卖鲍鱼为生的啊，她自己也承认了，后来也被证实了啊，而且她在新加坡的医院辱骂的护士不是新加坡人，是在新加坡工作的中共国人啊。他到医院去，刚好是疫情的时候，居然不肯戴口罩，不肯配合，那护士就好言好语的相劝，让他戴上口罩，他就开始大发雷霆，辱骂护士啊。后来警察来调查之后，他又开始撒泼打滚，
装疯卖傻啊。可是呢，无论他如何的装疯卖傻，最后还是被新加坡给告上法庭了嘛，而且控告他很多项罪，他最后还不是认罪了吗？也乖乖的去坐牢了，然后被驱逐出境了啊。然后再说到他这个中共国人不允许进入到新加坡的航空展这个事情，其实和新加坡是没有太多的关系的，是参展的企业，航空企业禁止中共国人入内。你们知道是为什么吗？因为中共国人是世界著名的小偷，人家怕放中共国人进去之后啊，转头就去偷人家的技术，偷人家的设计，所以说人家现在要防贼一样防着你们啊。中共国人特别引以为傲，经常标榜说啊，我们中共国多么牛逼啊！你看，我们只用了30-40年，改革开放之后，我们迅速的就走完了欧美的国家花了300-400年才走完的路，我们太厉害了，我们是超英赶美啊！可是呢，他后面还有一句非常重要的后缀没有说，那就是他为什么能在30-40年内就完成欧美国家走了300-400年的路呢？那是因为他们无耻，没有下限，他们偷到了人家的劳动成果，然后再反过来自我标榜。如果说没有欧美的国家花了300-400年积累下的劳动成果，你中共国今天会有今天的经济和今天的成果吗？绝对没有的，你还在闭门造车，你还在吃大锅饭，还在过集体公社的生活。这就是为什么全世界人都特别的唾弃中共国和中共国人的原因啊，就是得了便宜还卖乖啊，盗取了人家的劳动成果，反过来还站在道德的制高点啊，去标榜自己，你看我多厉害，你看我多牛逼，你看我多遥遥领先啊！最无耻的就是中共政府和他们豢养的这大量的脑残小粉红啊，真的到哪里啊都是世界的灾害，求求你们不要出来祸害世界了。然后就是我强烈的建议每一个新加坡的观众朋友啊，都到影片当中的这一个脑残奴才的这个 TikTok 的账号上面去看一下啊，他这个频道里面发了大量的就是侮辱新加坡的言论啊，强烈的建议大家去举报他，让新加坡的政府和移民厅把他列入永久的黑名单，永远不要让这只老狗进入到新加坡，真的太恶心人了。OK， 好了，以上是今天的影片，我们下期见，拜拜。